电费要涨价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近期有一条消息引发了热议，说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都是比较低的居民用电价格，居民电价大幅低于供电成本，这是因为工商用户承担了相应的交叉补贴。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，我国的居民电价是偏低的，工商用户的电价是偏高的。所以说，下一步的电改方向就是推升电价，完善居民阶梯电价，缓解工商用户承担的电价交叉补贴，让电的价格更好的适应供电成本。此消息一出，网友纷纷感到不解，好好的为什么要涨价？哪里不适应供电成本了？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。第一，为啥要涨价？为什么说现在电的价格已经不适应供电成本了呢？第二，国家电网为什么要大幅投建充电桩？第三，为啥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？跟电费涨价有什么关系？本期视频硬核高能，本都查了很多数据资料，希望大家点赞支持一下。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，之前嘟嘟做过一期视频，谁拉了中国的电闸？俄罗斯还是澳大利亚？一场能源大棋开始落子，分析了义乌限电的原因，就有聪明的粉丝给我留言，电费要涨价了。为啥要涨价？为什么说现在电的价格已经不适应供电成本了呢？2020年国家电网的营收同比增加了0.295%，但是利润总额却同比下跌了23.6%。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整个2020年国家电网共投资了4605亿，建设了114.2万千米1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，基本建成了华北特高压交流骨干网架。青海的清洁能源，山西和新疆的电力外卖可以玩了命的送了。清洁能源机组并网占总并网量的43.18%，装机容量增长90%，累计消纳清洁能源7.4万亿千瓦时。我们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，要解决消纳的问题，除了要解决电网的硬件问题，还要解决它的软件问题，包括备用、调度、灵活响应等等。新能源装机比例的上升，它对储能的要求就会不断提升，电网消纳成本就会比较高。除此之外，还建成充电桩17.2万个，满足了超过100万台电动汽车的用电需求。与此同时，配电网建设也在大幅提速。这个配电网是指从输电网或某个地方的发电厂接受电能，通过配电设施就地分配或按电压逐级分配给各类用户的电力网。电力行业里，发电到终端需要经过输电、配电、售电这几个环节。输电网络是跨区域高电压网络，就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特高压，进入城市、工商业用户以及农村后，根据不同的用电需求再进行降压配电，这就是配电网。最终进入终端就是有售电功能的充电桩。但是发展到现在，这个充电桩也不仅仅起到售电的作用，它将会成为我国能源互联网建设切入到终端用户的入口。未来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物联网、5G、大数据、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可能都会有所触及。所以国家电网也公布了27个省在2021年的重点发展目标，落实碳大风、碳中和行动方案，继续增加清洁能源并网消纳，再新接入充电桩30万个，深挖工业、交通、建筑领域电能替代潜力。总结起来就是发展清洁能源、数字化跟电能替代。得益于我们对特高压技术的全面突破，自主研制成功了全套特高压设备，并且率先建立了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，所以电力行业率先提速转型，电网结构要彻底改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供电成本是一定要增加的，但是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，预计到2025年左右，新能源有望达到和传统能源全系统平价，那个时候电价就会回归。我们可以看到这2年来充电桩建设的数量大幅增加，所以第二个问题是，国家电网为什么要大幅投建充电桩呢？一方面是因为石油供应风险加剧，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，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，中东是中国最大的石油来源，几乎这些所有的进口石油都要跨越印度洋。如今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十分复杂，所以我们势必要寻找石油消耗大户、交通领域的能源替代方案。再一个，汽车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我国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6%左右。为了实现我国在2020年对全球承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，我们也势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。所以在2021年1月到5月期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均增长了2.2倍，可以说是增长势头十分强劲。新能源汽车主要包含4大类型：混合电动汽车、纯电动汽车，包括太阳能汽车、燃料电池电动汽车，其他新能源，比如说超级电容
容器、飞轮等高效储能器汽车。我个人认为，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将会是未来的主宰。但就目前来看，咱们国家在燃料电池电堆以及关键原材料等核心技术上，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。燃料电池成本和用氢成本都比较高。不过，预计到2024年，氢能源汽车将迎来拐点，而大规模应用应该是在10年以后。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划，2035年纯电动汽车要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，公共领域的用车将全面电动化，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，高度自动驾驶、智能互联网汽车规模化应用。也就是说，最先发展起来的是纯电动汽车。其实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可谓是几经沉浮，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叫做双积分制度。这个制度对新能源汽车神速发展可谓是功不可没。那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神奇制度呢？这个双积分药方里面包含2味猛药，第一味猛药药效如何呢？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假设国家规定的油耗标准是6升每100公里，那工厂生产出来的汽车平均每100公里需要消耗8升的油，还生产了100万辆，咋办呢？罚你呗，每100公里超了2升油耗，对不对？乘以100万辆就变成负200万。假设一个新能源积分5000块，你要向其他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公司购买200万乘以5000块，总共100亿元。也就是说，你要花100亿来购买200万积分，或者你自己生产节能汽车、新能源汽车来赚取200万的积分。第2味猛药叫做限制配比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我国发布了双积分新政策，规定2021年至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的要求，分别是14%、16%、18%。那么2021年的时候，还是刚才那个生产厂商，他想要生产100万辆汽车，就需要10.4万的积分。2022年还想生产100万辆，就需要10.6万的积分。同理，2023年就需要10.8万积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经过一些复杂的公式计算，10万积分你就得生产2.3万辆续航300公里的电动车，要么自己生产，要么跟比亚迪、理想、蔚来这些新能源汽车厂商购买。10.4万积分，一个积分要是5000块的话，乘在一起就是5.2亿，你就得花5.2亿。你今年不买，来年更贵。这2味猛药下来，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新能源汽车今年1月到5月累计销量95万辆，同比大涨224.2%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会倒逼电网结构的改革。截止到2021年1月，我国公共充电桩171.6万根，车桩比为2.87:1，其中公用充电桩81.1万根，占比接近50%。而截止到2019年底，全球的公用充电桩仅为86.2万根，当时中国的公用充电桩占全球的60%以上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为啥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？跟电费涨价有什么关系呢？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会导致用电量的攀升，如果电网结构依然以火电为主，那2030年的碳达峰计划根本无法实现。从碳减排的角度出发，新能源汽车最终将会转向风电、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，而风电和光伏发电用于纯电动汽车的效率最高，成本最低，并且通过电动电池储能，又可以解决光伏和风力发电的波动性问题。光伏和风电的发电成本虽然并不高，储能成本却极高，目前没有比电动汽车更好的储能方式了。这就倒逼电网不断增加清洁能源的装机，不断增加投入去进行电网改造以及配电网的建设，进而推高用电的成本。战略转型期是一定会有一些阵痛的，但是一定不会一直疼下去。预计到2025年，新能源有望达到和传统能源全系统平价，甚至随着技术的创新与进步，低于传统能源价格的时候，电价就会回归，并迎来廉价清洁能源的新时代。